帝皇血脉无法强取豪夺，但也有另外的办法。该怎么把血脉利用到最大化呢？不如凝聚人族，正统帝皇国运，加持自身势力，得到天地馈赠。如此一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且人族正统国运太过尊贵，不如我们3个合作，一分为3，刚刚好。那要怎么合作？我们魔族提供法门，拿一些你们无法得到的资源购买奴隶，补充人口。你们天机阁负责观测计算，以及设计凝聚国运的流程。东炎帝国负责出人力，用自身经验造一个属于子帝尊的皇朝。18皇兄、东炎国国王和天机阁阁主，他们封印着修为，亲自带着还是婴儿时期的子帝尊来到这里，亲手将子帝尊带到那个村子。至此，你父亲子帝尊虚假的一生开始了。本来在天机阁测算下，先天胚育还有60年才能成熟，但是现在出了点状况，它的成熟时间在加快。你口中的先天胚育是什么？它就在你身上啊。在我身上？我怎么不知道？等下，不错，大炎的镇国玉玺就是那个先天胚育。一旦国运凝聚成功，镇国玉玺孕育成熟，就是掠夺国运的时候。要是被掠夺走国运，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同选择，不同结果。第一个选择，国运被掠夺，代表着大炎皇朝灭亡，整个大炎皇朝的臣民都会彻底死去，独留你一人成一个亡国皇帝。第二个选择，就是你身为皇帝，选择抵挡国运掠夺的反噬，自我牺牲，保护这些大炎臣民。你不是说这一切都是假的吗？这些百姓官员不也应该……事情是虚假的，但是大炎皇朝是真实存在的。最开始的人是记忆被篡改过后被扔到这里的，但时间一久，人口自然增多，还有其他地方抓来篡改记忆当调剂的人。那条无法挪走的龙尸，最后又是怎么处理的呢？那条龙尸在封印你父亲的冰晶融化后，舒展开，化作了一个庞大的山脉，就是现在的青岩山脉。这点萧哥哥应该能感觉得到。难怪这个山上养的东西、种的玩意儿都这么好吃。我养的岂不是应该是龙珠、龙鸡、龙鸭、龙鱼？可恶啊！你怎么不早点说，卖便宜了呀？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父皇失踪的事情你知道吗？还有我那2个皇兄。你父亲肯定没事，根据情报内容的记载，你爹应该是被你娘救走了。我娘？凝聚国运掠夺的事情被你父亲察觉到后，他偷偷离开了大炎皇朝，而迷惑心智的幻阵在此时失效，他看到了南荒域真实样貌，因此被东炎帝国和天机阁领头的首席弟子追杀。你母亲能力非常恐怖，在封印境界的情况还能以1敌2，隐隐有压过的迹象，可突然就有一只手撕裂空间，将你父母带走，不见踪迹。根据皇兄推测，你娘的背景可能十分可怕，她因为救你父亲暴露了自己，那只大手应该是她家族的其他大能出手了。你父亲应该活在你母亲那边势力当中，至于为什么没回来找你，不得而知。萧哥哥，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这个东炎帝国还有天机阁，太坏了，怎么能够操控别人的人生呢？过分！陛下，你别太担心，岳父被人控制着人生，劳累辛苦这么多年，在岳母老家那边，最起码是衣食无忧，再也不需要劳心劳力，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这岳父命怎么就这么好呢？穿透无数空间屏障带走人，这背景，这靠山，这装软饭的碗，简直硬邦邦。难怪岳父乐不思蜀，快活的连女儿都不要了。为什么我不能像岳父那样快活呢？还总是遇到脑子不正常的人，逼我打死他们。我只是想老老实实的吃个软饭而已，问题出在哪里呢？他这是怎么了？不知道啊。按道理来说，我都有2个金主了，为啥还这么惨呢？等下，我老婆她不够强啊！萧哥哥，怎么了？小天，你怎么了？俗话说得好，打铁尚需自身硬，软饭就得富婆强。看来紫若烟已经有了变强的觉悟了。所谓的让洛风源搬来宫里住，也只是借口，为的是找他切磋，增强实力。到底是陛下您深思熟虑啊！我怎么了？怎么就深思熟虑了？萧哥哥的心思果然好难猜啊！
不过我喜欢。所以，父皇失踪之后，我成了替代品，对吗？不错，替代的首选本来是太子，你的长兄，但你的兄长却并没有觉醒人族正统帝皇血脉，你二皇兄也一样。本来三方都绝望了，没想到4年多前你觉醒了。4年前啊，真是有缘。当初我陷入绝境，也正是4年前觉醒，才坐上这魔帝的位置保住性命。4年前？巧了，4年前我也是差点死。差点死了？那是在你那个界域世界发生的事情吗？算是吧，那一天还挺惨，雨下的挺大，我在被追杀，那帮人挺狠的，我被砍了10几刀，然后我被一个女孩子给救了下来。那时候为什么那一帮杀手会没发现我呢？就算是躲在巷子里鱼跃昏暗，不至于让别人变成瞎子了。还有那个女孩是怎么离开的呢？不在这里，去前面看看。啊？那个女孩长什么样？到了后面，那个女孩子是不是成了你很重要的人？并没有，那个女孩跟鬼一样不见了。不过重点不是咱们4年前的经历，很有缘分，很相似吗？都是转危为安，朝着更好的一面前进。至于长什么样，有这么重要吗？虽然一头银发是很罕见，她长得很美，有一双明媚的眼睛很像你，她眉宇之间跟你几乎一模一样，妩媚动人。又拿这种油腔滑调的话来糊弄朕。不过是些故意讨我们开心的话罢了。我不是在讨他们欢心。4年前在那个地球的雨夜里，约莫16岁的银发少女，真的有着和紫若烟一样的双眼，跟洛风源没分别的眉宇。萧哥哥，妾身为了萧哥哥都将底牌掀开了，完全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没什么奖励吗？你给朕放开！本帝才不放！你这个，你给我过来！哎呀，怎么生气了？旺财，尊敬的主人，洛风源扑向您的时候，我已经进行了预判，提前开启了录制。干得漂亮！好评的星星给你点爆它！旺财，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升洛风源和紫若烟的实力呢？主人，当您对一个人抱有善意的时候，根据灵魂契合程度，你的立场会笼罩对方，变相的提升对方。灵魂契合度越高，在主人您的气场内练武，效果会更好。这是目前的灵魂契合度数据整理分析。什么玩意儿？中阳明90%？他一个大老爷们，啥意思呀？主人，灵魂契合度是根据您日常待在对方身边进行提升的，待得越久，提升越快。而且国运凝聚的速度加快和紫若烟境界飞快提升，都来自于您的存在。哦，这件事情还跟我有关系？不过东炎帝国、天机阁、圣魔，不对，圣魔宗是自家的。主人，东炎帝国和天机阁数据不足，无法进行导航。您可以向洛风源收集数据，不过这两方势力应该有可能不在南荒域。如果要过去覆灭他们的话，可能需要跨界域世界赶路。干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去覆灭他们？这我可就要批评教育你了。打打杀杀我是不愿意去做的。不管是这个东炎帝国还是天机阁，既然能制造这么一个虚假皇朝，谋划一个需要100多年的轨迹，那都说明是难缠的存在。更何况对手又没有向着我出手，我不能平白无故的去伤害别人。又要开始了？敢不敢再来分个高下啊？你个女流氓！笑话，谁会怕你这个女色魔啊？这两个女人昨夜是带了多少酒来找我啊？这是要灌死我吗？我爹娘既然活着，既然那么厉害，为什么不回来找我？我爹娘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管子女死活，只图自己快活，咱们只能靠自己。好家伙，睡觉都抱得这么紧啊！算了，一起抱走吧。感情深啊，一口闷啊。旺财，给我通讯玉盘。是。亲王来了。您呼唤我们，就立刻赶过来了。你们来。亲王，你好野啊！小屁孩，从哪来这么多屁话？亲王大人，您喊我们来是要照看陛下和这喊你们来是稍微照看着一点，要是出了什么事，捏玉牌通知我。亲王放心吧，我们会看好他们的。不过亲王大人，
您这么晚是要去哪里啊？啊，没什么，正好有个事情想问一下你，别告诉陛下啊。亲王请说。咱们大燕皇朝周边好像是有一个势力叫什么天机阁，对吧？你知道在哪里吗？我是知道这个天机阁在哪儿的，亲王问这个做什么？哈哈，是这样的，你实在不忍心怪罪，也知道本王的性格实在是不忍心怪罪别人，我打算去原谅他们，放他们一条生路。明明是一句很圣母的话，为什么从亲王嘴里说出来？好恐怖！亲王，你真的是去原谅他们，而不是去打死他们吗？怎么回事？过去我的教导都白费了吗？难道最近的善业修行，你得到的感悟是这样的吗？亲王啊，不能再打脑袋了，我感觉自己都越来越蠢了。而且，亲王你的善业修行本身也很可怕呀。亲王的确善良，修福利院，照顾孤寡老幼，遇到囊中羞涩的也会进行资助。对百姓来说，亲王是善良的，但是对贪污受贿、鱼肉乡里的官员来说，这可就不是善良了。亲王为了百姓，已经有上百名官吏人头落地了。唉，做人不能这样。天机阁的确做了一些错事，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给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又何尝不可呢？看样子，天机阁真的很坏，他们死定了。的确，真是令人怀念呐！当年我跟刘傲天就是从那里带着彼此师兄弟姐妹，来到这神秘的复苏区域，找到了紫帝尊，开启了三方协议。这转眼的功夫就已经近100年了，终于要成功了。一旦成功，到时候就用他的血肉制作成丹药，给我儿媳妇吞下，说不定诞生出神族正统血脉的子嗣。阁主，有人上山。这么晚了，哪儿来的人上山？护山阵法没阻拦吗？来人是大炎皇朝的亲王萧天，他有我们赠给女帝随时可上山的玉佩，故而能登山。萧天，这个靠脸吃饭的小白脸儿，跑咱们天机阁来做什么？这么远，他怎么过来的？有人随从吗？没有，就他一人，正徒步登山，神态真诚，目光满是坚定，一脸的慈悲。一脸的慈悲？这半路杀出来的萧天，又是整哪一出啊？真是个不怕死的。阁主，需要我们接他上来吗？不用，那傻愣子愿意爬山，让他爬。他上了山顶，再打发他爬下去就是了。正好大半夜没事做，图一乐。奥斯卡欠我多少个小金人了？萧亲王，爬山很累吧？现在你们还有2次机会可以让我原谅你们，很可惜你们没有通过我的考验，失去了1次机会。希望接下来你们可以继续好好表现，继续努力争取为数不多的改造机会。萧亲王，你口口声声说要原谅我们，咱们天机阁做了什么错事吗？你们天机阁和东炎帝国还有圣魔宗对我岳父大人紫帝尊的人生进行了各方面的干预，并且欺骗了他的感情，这是欺诈。不仅如此，你们还害死我2位大舅哥，蒙骗了当今陛下。你们实在太可怕了，犯下这么大的过错，竟然还在这个地方嘻嘻哈哈的。我要再扣除1次原谅你们的机会。你是怎么知道的？计划的封锁措施十分完善才对，这个靠男色混吃等死的脑瘫，怎么可能知道的？我好怕呀，小亲王。但你说说，我们该怎么悔过？第一，我要天机阁分阁阁主周天际写检讨书，并跪在大炎皇朝城门口宣读3天，以示诚意。还要周天际通告天机阁总部，承诺放弃三方计划。第二，谋害我2位大舅哥的凶手必须要交出来，在大炎皇城的午门斩首示众，昭告天下。南荒域环境特殊，不能久留，就勉强让天机阁总部让出一部分疆土赔偿给大炎皇朝。至于我妻子、岳父、大舅哥们和我的精神损失、死亡赔偿补助、劳务费、辛苦费啥的，赔偿个180亿中品灵石就行。然后你们再把天机阁总部和东炎帝国所在的位置如何过去告诉我，并在大炎皇朝进行基础建设，创造劳动100年就行了。我果然还是太善良了，本来应该要500亿中品灵石，劳动改造500年，最后还是宽限了许多。果然义父说的对，我这妇人之仁的老毛病还得改啊。
子若烟是眼瞎了吗？居然看上了这种脑子有病的小白脸儿。哼，不过也好在他脑子有病，可以把他抓起来，撬出是谁出卖了情报。我没空跟你在这耍疯。现在我也给你2个选择：乖乖跟我进去，还是被我抓进去。我已经大发善心，愿意给你和天机阁一个机会，你却还要抓我，事不过三啊！最后一次机会，你确定不珍惜？我来跟你们谈政治，你们居然还笑得出来？一看就是草菅人命的杀人狂魔，留你不得！六王天，这就你说的傻白甜？那个，这还是人吗？打碎空间就算了，还能拼回去？刚才我失态了，但我需要提醒一下你们，这件事很严肃，不要嬉皮笑脸，认真对待，让你们做个好人，让你们认错悔改，有这么难吗？不是，秦王误会了，你刚才提出的条件一个不少，我全答应，保证漂漂亮亮的完成。这就对了，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们只要诚心认错，我愿意给你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哎呦，秦王大人，您尽管放心，咱们诚心认错，认真悔改。但是180亿的赔偿还得再加20亿。秦王大人，这是为何？你想想看，刚才我拿一拳替你们清理门户，剔除了一个害群之马，要个20亿的酬劳，难道有什么不妥吗？我喝了个瓜皮瓜妈妈皮，你自己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妥当，十分妥当。我就知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们还是愿意认错。那么拿来吧。少卿王，您这是赔偿啊，200亿中品灵石。小亲王，200亿中品灵石很多的，我身上带不了，需要去统筹再送来。没关系，距离清晨第一缕阳光升起，莫约还有3个时辰，时间非常充裕。天亮之前，你把我提出的条件全部搞定后，再跟我去皇城认错。小亲王，您的意思是让我在天亮之前拿出200亿灵石？除此之外，你们总部过来赔礼道歉的人，还有凶手，也要天亮之前出现在我面前。另外，你们天机阁割让的疆土也得准备妥当。亲王大人，您这么着急，难道是有什么要紧事儿？不错，天亮之前我要赶回去做爱心早餐。最近表现不太好，我怕被扣零花钱。这人是条狗吧？亲王，时间太紧张了。3个时辰还紧张吗？我要是你的话，听到有3个时辰去准备，都会忍不住偷偷笑出声的。而且，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亲王大人呐，我就算是借助传送法阵赶路回去，也要好几日，这不是说克服就能克服的呀。我看你是真的冥顽不灵，这最后一次机会都不想要珍惜了。小亲王，我知道你很强，但你这样仗着实力强大为所欲为，太不讲道理了。你跟我说不讲道理，你跟我讲不公平。当你们掠夺国运，试图害死整个大燕皇朝的百姓时，你们就不说公平了。那些因为你们而亡的百姓，听得到你们讲的狗屁道理、狗屁公平吗？当你们害我岳父大舅哥时，讲过道理吗？简直让我作呕！我到了这个时候还不知悔改，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吃人不吐骨头，是你们逼我的。周天机，你活得不耐烦，惹他干什么？快跑！替天行道，你是那个阎王？小天，你隐藏身份肯定是别有用心，这次你要暴露了。只要我天机阁弟子有一个逃走了，你的真面目定然要被揭穿。上山之前我已经确定了，你们天机阁这个分部有347个人，现在就剩你一个了，还有什么遗言吗？还有机会。小天对子若也很看重，还有大燕皇朝的百姓们，只要我将最大的秘密说出来，说不定还有一些生机。我很好，到了这个地步都不愿意开口继续跟我说话，还是有一点骨气。虽然你们这帮人死不足惜，但这份临死之前的骨气值得令人称赞。放开我，放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你这轻飘飘的攻击对我不起作用。我有大秘密，关于子若烟。
小亲王，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掠夺国域只是表面，我们天机阁更隐秘的目标在深处，就连东炎帝国和圣魔宗都不知道。有什么隐秘的目标？如果我说出来，你可以不再出手吗？不出手可以。那我可以让你们自裁谢罪。我错了，这个人不是狗，狗都没他狗。我从小就是天之骄子，周家未来之星，从来都是被人捧在手里哄着，从未受过如此大辱。士可杀不可辱。你干什么？刚刚不是说好告诉我秘密，然后再自裁的吗？你还没说秘密。什么时候说好了？小天，你不要欺人太甚。你突然吼这么大声，吓老子一跳啊！我操，他脑袋呢？主人，好像不小心被您打爆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天机阁所在算是大炎皇朝疆域。是的，忽略虚假皇朝这个计划，这块疆土隶属于大炎皇朝，名义上算是租界。交过税吗？根据收录的大炎皇朝记载，并没有天机阁交税的记录。没有，偷税漏税要不得，看样子必须得代为收缴了。旺财，你做的不错，还把我收到的书籍、法器啥的进行了分类记录，让我看看法器类的凌风飞盾是个什么。这个徽记代表大炎帝国是吗？是的，主人。大炎帝国统治的南炎域化作南荒域之后，留下了很多遗迹，这大部分东西都是出自遗迹，故而有着大炎帝国的徽记。天机阁这分隔的各种典藏里，并未记录大炎皇朝徽记的历史由来。那大炎皇朝和大炎帝国是否有关系？还是泡澡舒服呀，懒得想那么多了，累得慌。好了，时间也不早了，还得早点回去。回来了，亲王，你原谅了他们吗？很遗憾，他们罪孽深重，我已经仁慈的给他们3次机会，可惜，怪我无能，无法挽救他们。不过我还是让他们走得很安详。亲王，不要气馁，未来一定有人能够体会你的良苦用心，明白你那不是送他们上路，是替他们洗刷罪孽，来世做个好人。好，孺子可教也。刘烨呐，多跟人家小屁孩学学，人家觉悟多高。行了，我也得去准备早饭了。为了犒劳你们2个，赏你们尝尝本王的手艺。怎么样，刘姐？都跟你说了，天机阁这种罪大恶极之人，根本看不到待会儿升起的太阳。你真是越来越懂亲王了。因为亲王有时候其实跟小孩子一样，会自己待在自己的世界里。陛下说过，亲王笑得很孤独。亲王大人，你这样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帮我打个下手很为难吗？亲王大人啊，我家娘子一醒来发现自家老公离奇失踪，会出事的。我就翻个身的功夫就被亲王大人拉到这里做苦力了，难受啊。钟灵在外头，到时候让他帮你解释，拿出去吧。我们不就5个人吗？用得着这么多碗筷吗？还不快点！哎，来了，那个紫发头长双脚的女人是怎么回事？还有尾巴，看起来好恐怖，好恶心啊！吃面啦！不生气，不生气，不能因为昨天晚上的丢人画面就把自家男人弄死。为什么那么羞耻丢人的画面我还要记得？可恶！这些长脚的女人都是牛变的吗？怎么可能这么大？亲王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此事你们知道也无妨，朕在大爷能够信任的人实在不多。不过听了之后，你们需要冷静一点。这些人知道真相后，估计会受不了吧？事情跟我父亲和大炎皇朝有关，情况就是这样。虽然事实很可怕，但朕希望……原来如此，刘傲天的怪异行为这就能够解释得通了。听着我头好晕啊，刘姐，你明白了吗？简单来说，咱们被当猪养了，长肥后会被人宰了。这我就明白了。了不起，真是让本帝刮目相看。面对这样的真相，你们都能稳住心境，非常厉害。这位魔帝大人，敢问咱们陛下这先天佩玉一旦成熟，是否就无翻盘的机会了？有理，并非如此。得益于这特殊区域的屏障，要想进来区域内，就要把修为压到10阶圣境。要进来抢夺先天佩玉的人，
都是这个境界的人。本地真正的修为可比你厉害得多哦。哼，那又如何？朕迟早会超过你。你嘴硬的样子真可爱。是没有，你这女人好可恶。还说没有？如果这么说的话，并非没有一战之力啊。不错，陛下已经是10阶圣境，借助皇城法阵，对方境界不超过这个境界，相信陛下能够应付得了。反正我们根本输不了。对于你们来说，10阶圣境或许很强，但对于东炎帝国和天机阁来说，这个境界的人手可不算少。不妨，我们还有秘密武器。宝贝儿，继续啊，我等你打我呢。他们这是怕了，安慰安慰吧。不过不用太担心，本地这边会出手帮忙的。区东炎帝国和天机阁搞定起来很轻松。话说回来，先前你让我搬到宫里住，这话还算数吧？我当初为什么要可怜他？虽然我的同情换了宝贵的情报和真相，变相多了一个盟友，但是他真的很烦了。哎呀呀，堂堂大炎女帝，人族正统帝皇血脉的后裔，不会要反悔吧？明明都已经推心置腹，还提供宝贵的情报，还打算帮你呢。死奶牛，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朕能不清楚吗？朕金口玉言，说了自然做到。朕在这个圣魔女帝面前真的冷静不下来啊！到底是大炎女帝，果然说到做到。你别高兴得太早，入宫可以，得约法3章。怎么说？第一，萧天上午归你，下午和晚上得归朕。我？第二，你只准跟朕睡，不准去夜袭萧天。第三，必须陪朕切磋提升实力，不准拼酒。不可以，你是傻子吗？晚上我们天天在一起，便宜了别人怎么办？第2条给我改掉，要3个人一起，懂了吗？亲王，你受苦了。为了大燕百姓，您竟然牺牲了这么多。亲王，您牛啊！要不要补一下？你在想什么呢？别用这么恶心的眼神看着我。女帝大人，你在做什么啊？我们是来拿国运的，你怎么把自己搭进去了？不行，不能再这么躺下去了，身体遭不住啊。饿了，现在去钟阳明那里，应该能吃上早饭。走喽。天王，你怎么又来了？这不是钟大人做的饭菜好吃吗？你看这包子，这包子真是，为啥这么小呢？比起乐风岩差远了，连紫薇岩都不如。亲王，您慎言。你也没多正经嘛，重坦骑兵，爱好独特，还老爱笑话我。亲王，您真是……夫人，有情况。这太离谱了！夫人，怎么了？天机阁被覆灭，有流书替天行道，疑似阎王出手。哦，这家伙这么淡定的吗？还有灵儿，这父女俩怎么一点也不惊讶？哎呀，不对，现在不是管他们的时候，我得入宫一趟，赶紧把这个事情汇报给陛下。真不知道阎王是什么来头，到处搅风搅雨，说不定他……夫人呐，如果有要紧事，还是快些去宫中向陛下说明才对，就别在这个地方耽搁了，快些赶过去才是要紧事情。言之有理，我去就回。亲亲。哎呀，我的夫人呐，阎王就在你面前，可不敢乱说话呀。亲王，夫人不懂事，您不要放在心上。好啦，我又不是什么小气的人，不至于因为1、2句话迁怒别人。这话说出来，亲王你自己相信吗？不过天机阁覆灭这个消息一旦传递出去，只怕刘傲天会坐不住了。其实没必要着急，紫若烟和洛风源他们联手，双帝合力，不管这天机阁和东炎帝国后面有什么招，都不是对手。毕竟他们可是包养了我的女人。夫人怎么回来的这么快？亲王，有个事跟你说，你不要太伤心。有个紫发女人可能把你给绿了。我去找陛下，发现他们竟然在亲我。What the fuck！ 将军，你误会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哪里误会了？我当时过去一看，陛下的确抱着那紫发女人的脑袋猛亲。
还好将军不知道圣魔女帝的身份，不然更糟了。他俩打起来了吧？亲王说的不错，陛下和骆大人有些起床气，正好就赤手空拳在院子切磋打了一架。而且陛下不动用修为的话，骆大人比拼技艺逊色陛下一筹。他老是朝着骆大人胸口猛攻，骆大人被打急眼了，拉着陛下的手往自己身前拽，两人的嘴就不小心碰到一起了。你故意的是不是？来，行，我要牵回来。你耍流氓！我也要咬回来。将军刚好过来，看到陛下和骆大人互相咬脸的一幕，可能角度正好误会了。陛下怎么忽然像个小孩子一样闹腾起来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虽然不算是什么好朋友，起码陛下终究是有了一个玩伴。朋友啊，我本来也有一些的，可惜都被义父设计害死了。亲王大人，你这个义父怎么设计的？我这义父为了教我别随便相信其他人，就胁迫他们来杀我。可惜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真相。过去一直误会了他们呢，难怪他们当初一直哭着说对不起，可应该抱歉的是我才对嘛。不过我们也算是朋友，不对吗？小时候先帝说过，朋友之间都会有小秘密。我跟先帝是朋友，现在跟亲王也是朋友啊。你这死丫头，翅膀硬了，你要跟你爹排同辈儿，而且你这什么跟什么，辈分都乱了。这不就是一个比方嘛，你激动什么？而且跟亲王做朋友，老爹你也不配。小兔崽子，信不信家法伺候？得了吧，你又打不过我。钟灵，老娘的话你大耳旁风是不是？谁准你包子只吃馅儿不吃皮？3天不打上房揭瓦，老娘看你皮痒了！啊，我好疼啊！哎呦，我错了，别打了，打坏了。哎呦，我的好娘子，你这下手太重了！你还好意思说，这丫头就是你惯的！对，我的错，你别气，我到时候说他。真好啊，知道为什么我的厨艺其实不比中阳明差，但我就喜欢吃他的东西吗？是不是跟您给陛下他们煮面一个道理？刘统领说的对，中阳明做的饭菜不仅是我吃，还有他的家人，味道和滋味当然是好吃到不行。回宫吧，估计咱们的女帝陛下和魔帝大人已经饿坏了。是。你是笨蛋吗？你这个魔帝是怎么当上去的？就一路砍上去的。原始魔国没被你们一家子玩坏，真是万幸。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给我认真点喂！我真的很认真了。很多东西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要知道。他怎么这么厉害？这家伙脑子里除了萧天就是干架，真是对治国一窍不通。长这么大，用脑子换来的吧？我们的魔帝陛下终于肯用脑子干活了，终于不再动不动就砍人了。为啥不能直接砍了？好麻烦啊！晚点砍也不是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动脑子呢？为什么当帝王这么麻烦啊？以前那些臣子都不会跟我商量的。可能担心你把他们砍了吧？当皇帝可是辛苦活儿，也是技术活儿，劳心劳力，有你学的地方哟。这些都是你的亲卫整理了原始魔国的奏折，好好批改。朕等会儿会来检查。为了你们魔国的百姓，老一、老二、老三，帮忙！女帝大人，这位大爷女帝陛下说的很有道理，此陛下能够耐心教您，您还是珍惜一下，努力一些，不要再逃避。就是不好好治理魔国，那点家底迟早败光。不能把家底败光，不然怎么养萧天？怎么就能这么好看呢？喝水的样子都这么可爱。看这么多奏章，怎么就能不头晕呢？回消息了，陛下同意你的计划，可问题是这么做会死人的。你来摸下我的脸，你有毛病吧？就知道会这样。你的入微生法、近身闪避的功夫太了不得了，
以前你就是仗着这个横行霸道，好汉不提当年勇，周天机不照样压我一头，还压了那么多年。可他现在脑袋都没了，天机阁分阁被灭，他们失了先机。陛下同意了你的计划，并立誓一定会照看刘家。可以了，死在青岩山的那些人的位置，由我们东炎帝国的新人补上。从今天开始，大炎帝国的最高指挥权便交给你了。不要辜负我的期望，为了东炎，为了东炎。大哥，很多年没听到你这声大哥了，去吧。萧亲王，亦或者该称呼你为阎王。虽然这只是猜测，但我认为应当是8、9不离10了。看到此处，萧阎王请不要轻举妄动，切莫急着过来击杀我，不然整个皇城百姓近70%会随我一同陪葬。见信后，请来皇城东的天字1号女帝与亲王爱心满满、情意绵绵阳光福利院会面。请容我提一句，这样起名字真的有点毛病。亲王，出了什么事吗？事情很严重，比我想象中要棘手。刘统领，问你一下。亲王请说。天字1号女帝与亲王爱心满满、情意绵绵阳光福利院，这个名字起得真有毛病吗？现在要改名走程序很繁琐，很棘手。亲王不要多想，这名字挺好的。那就好，这就是刘傲天个人眼光问题。最近洛风园主要出资的天子3号福利院就要建成了，你觉得热心亲王和爱心洛女士真心奉献美好家园，幸福福利院这个名字怎么样？亲王起的名字非常主题明确，更是宣扬了你教导我们的正能量。还是刘统领有眼光，刘傲天眼光太差了。行了，我去跟刘傲天聊聊天。亲王，刘傲天找您，我又死不了。亲王会不会遇到埋伏？算了，反正以亲王的实力，应该是他一个人埋伏刘傲天一群人。果然质量够好的前提下，越简单朴素越好。剩下的资源还可以用在其他地方，让那些人有能力学习，更好的活下去。亲王哥哥来了！亲王哥哥！亲王哥哥！我又来看你们啦！哎，别起到了，小心摔倒啊！慢慢的，别着急。哪个小兔崽子又摸本王的屁股啊？萧哥哥，你能做我们的爹爹吗？想得美！想让本王当你们的义父，哪里养得起啊？我永远是你们的萧哥哥。那就说定了。小燕儿好狡猾，我也要萧哥哥抱。就是，我也要。我可是知道小燕儿这次考核是第1，你们都要努力，只有前10才能享受本王的怀抱。平时只有陛下才能有这种殊荣的哦。多亏了亲王大人花钱让我们有了住的地方，还让孩子们可以学习，让我们这些年长的有一技之长可以发挥。萧亲王这至善软饭天尊的名号恰当得很，深受百姓爱戴，让这些孩子欢心。萧亲王，咱们可以喝茶慢慢谈。我受到一点伤害，这限空乱流符箓阵就会引爆，别的不敢说，这福利院会瞬间坍塌。这些可怜的孩子，那些可怜的人，都得死。请吧，亲王大人。亲王哥哥。你们都离远一点，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管。萧亲王，茶还是慢慢饮。喝完了，谈正事。这个萧天还是好讨人厌。我现在打死你，有什么后果？限空乱流符箓阵，乃是一种法阵符箓结合的杀气。这主符箓跟我的性命相连，8道分符在皇城8个方位，我死了，分符爆发，空间塌陷，时空乱流涌动，皇城70%百姓必死无疑。这是什么？符箓阵正在启动，
等完全启动之后，你我二人会被封困在这8道分符构造的困阵之内。等困阵完全成型之后，我胸口的主符也会随之启动，届时困阵内的空间便破碎坍塌，将你我二人卷入时空乱流。当然，以你的实力，击杀我之后，你依然会安然无恙。但是这福利院，这皇城百姓可就惨喽。我死了，我心口的符箓爆破，70%的百姓殃及其中。小天，你会出手杀我吗？至少现在不会。我果然没看错人，刘傲天在此替皇城百姓谢过亲王仁义。萧亲王放心，我们东元帝国皇帝已经允许，事成之后，大言百姓尽皆入迁东岩，安居乐业。有点意思，你还是个心系百姓的人。立场不同，不得已而为之。我只能在保证东岩帝国的利益下，尽量让大言百姓能够活下去罢了。你也是个狠人，不管我出手还是不出手，你都得死，值得吗？为了东岩百姓，值得。我尊重你，但并不妨碍我要弄死你。居然用福利院威胁我，要不是怕动手了会出事，我一定把你和你儿子打到你妈都不认识。你怎么发现我的真实身份的？无论是清理现场痕迹，还是处理目击证人，我应该是没有纰漏的，就连冰雪聪明的女王陛下都没能发现。你个傻子，怎么察觉到？子若言不知道，在下位界域里有一个叫体修界域的世界，那里灵气稀薄，资源匮乏，修行之人没有境界，只能靠闪电淬炼体魄，达成肉体成圣，但代价是无法突破10阶之上。如果我猜得不错，你应该就是从这种体修界域被陛下召唤来的。这里空间薄弱，规则混乱，你的力量可以达到充分发挥。同样，你经常装成无精打采、懒洋洋的模样，就是为了营造出一个绝世强者肉身力竭后的假象。原来还有体修界域啊！要不是知道我是从别的界域来的，我都信他那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话。你误会了，我不是。体修界域世界的人知道自己没有未来，没有前途，都会给予否认。但萧亲王这点风度都没有吗？的确，在别人眼中，你只是空有蛮力、没有未来的莽夫。但您的仁义，我很敬重。OK， fine， 你开心就好。我就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废物。自从女帝陛下召唤了你之后，阎王就出现了。在血云楼被灭门后，钟灵在你面前就像乖头乖巧的小母马，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随后刘晏对你毕恭毕敬，让我加深了怀疑。古籍的反噬对你无用，只怕就在于你肉身强大的缘故。钟阳明被掳走，结果被阎王救回来。可这阎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钟阳明是阎王的厨子呢？是不是就有道理了？而你和钟阳明的关系，皇城中人尽皆知。最终让我确定你是阎王的是，那天在街上，你伸手捏我的脸，而我的身法竟然躲不开你。因此，我不信你不是阎王。萧阎王，体修虽然没有未来，毫无前途，但在这个地方，10阶无敌的你，太可怕了。东岩帝国输不起，我只能用自己的性命拖你下水，这是我给你的最大尊重。请不要想着击杀我，萧亲王。在我们进入时空乱流之前，你的攻击都会引爆符箓。为了那些孩子，请不要轻举妄动。方才，
结果如何？波及到福利院的风险是12%，目前最佳选择是按兵不动。就算是陷入空间乱流，对于主人来说也没有任何伤害。而且您的存在可以稳固空间，将伤害损失降到最低。我可以直接撕裂空间，把它丢到空间裂缝里。还是会引爆俘虏波及四周。为什么？它太弱小了，承受不了您撕开空间造成的冲击力。你这个废物！为啥突然骂我废物？一定不能让刘傲天遭受到攻击。儿子，你太年轻了。你，时空乱流符箓阵需要血迹，当你选择暗中谋算为父时，就已经成为最佳的对象。亲王哥哥，别过了，都不听话了是吗？还真是感人啊，亲王大人。亲王，不要过了，看着点那些孩子。你真是个狠人啊，刘傲天。天机阁隐藏了真实目的，后手不明，圣魔宗背后有原始魔国的身影。相较之下，东炎帝国手段最少。东炎帝国这一代皇帝穷兵黩武，国运衰落，民不聊生，急需国运加持。为了东炎帝国，为了东炎百姓，这是必要的牺牲。我视死如归。等空间塌陷到了时空乱流，符箓就会引爆，在那边不会有百姓被波及。萧阎王，我敬佩你的胆量，这都不怕。我也知道你很想打死我，可惜在我们被卷入乱流之前，你没法动手。萧哥哥，柳阿姨，你快去救哥哥呀！大坏蛋，快把萧哥哥放出来！都不准哭！忘了我曾经跟你们说过的吗？你们以后只能靠自己，要学会坚强。我们都是孩子，要听萧哥哥的话。你们的萧哥哥可是很强的，不要担心我。我现在要暂时和这个大坏蛋去别的地方遛个弯，在我没盯着你们的日子里，要好好读书，按时吃饭，添衣，照顾好你们收养的狗狗，听到没？我们知道了。声音太小了，本王听不到。我们知道了。一言为定。刘阿姨，萧哥哥会回来的，对吗？放心吧，亲王大人一定会回来的。他可舍不得你们这些小可爱呢。刘傲天，你做的最大错事，就是不应该拿这些孩子、百姓来要挟亲王大人。你这个蠢货，根本不知道亲王大人多恐怖。东炎帝国，你们完了！哼，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们。不好意思啊。我的老腰！我们怎么都没死？哇，这里怎么回事？脏成这样，谁在这乱丢垃圾啊？一点素质都没有。这些垃圾怎么都这么眼熟呢？主人，您平常图审视撕开空间丢的垃圾好像都在这里。我丢的？根据古神族典籍知识分析得出，这应该是对南荒域界域世界的一种针对性设置。一旦南荒域界域世界出现撕裂空间穿梭的行为，都会被传送到这里。这个设置说不定跟主人您的岳父子弟尊有所关联。这就是说，大炎皇朝被特殊界域屏障笼罩，想要进去的话，就得穿过特殊通道，封印修为。而那些比较厉害的人想要撕开空间穿梭进去，就会被强行传送到这儿。所以我一撕裂空间，就把垃圾丢过来了。这是海族中的蜃龙遗迹，蜃龙遗迹竟然真的存在。传说过去久远的时代，人族有3位领头者：人皇、人帝、人尊。这海族蜃龙一脉便是遵从人尊一脉号令。可惜那个时代沦陷了，看不到那时候的人族光彩呀，只能从这些遗迹中看到一些往昔的风光。可惜蜃龙遗迹非人皇血脉，无法开启。咱们这种普通人族血脉沦落其中，只能沦为奴仆，终日为维护遗迹操劳。
老死在这个地方。不过计划总归是成功了，没有了你这个额外因素，计划能够继续正常实施下去，成功将你拖下水了，萧亲王。此处乃是圣龙遗迹，谁人胆敢在此喧哗？白庆莲，竟然是你！还有黑魂殿的李阳、李春华，你们三人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柳傲天，竟然会在这个地方看到你，真是……搞什么啊？忽然打断我。嗨，还想跑？你们三人还欠我500万灵石。什么500万灵石啊？我们什么时候欠的？你们不是忘了吗？怎么就忘了呢？本以为你们死里逃生觉悟能够有所提高呢，没想到啊！来，我跟你们掰扯掰扯。你们上次绑架钟阳明的时候，我当初来救钟阳明的劳务费，本王在这也奉劝你们一句，以后做事记住，在黑魂殿，我教导你们向善的学费，还有我帮你们搬仓库的搬运费。你们看，这么算下来，是不是倒欠我500万灵石啊？这账还能这么算？这是人能算出来的账？白庆莲怎么直接被吓傻了？萧天就算同境界无敌，也没必要这么害怕了。还有，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呢？何人在此喧哗？谮龙遗迹的谮龙之灵，谮龙遗迹中有沉眠谮龙化作的谮龙之灵，这传说竟然也是真的，真是不虚此行啊！真的跟龙族里的龙王好像啊，他幻化成人不会也是龙头人身吧？别过来，龙鳞大人，你快跑呀！跑？让龙鳞这么强大的存在跑？脑子出问题了吧？跑！贱奴，你胆敢指使让老夫逃？给老夫跪下！这老人家为何行此大礼啊？我不是用灵魂之力和龙鳞威压让他跪下吗？怎么我跪这儿了？我就知道，就算我们来到圣龙遗迹，成为了镇守龙鳞的侍从，还是逃不过这个叫萧天男人的手心。啥情况？谮龙遗迹的镇守龙鳞也会因为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吗？老夫龙丘道乃是人皇赐典的最后一任谮龙之主，诸天界域赫赫有名的龙尊，怎么可能会被一个人族小儿羞辱？